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一名在婚恋服务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相亲红娘。这些年啊，我可是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什么样的奇葩相亲场景都没少见。但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发生在广州的真实故事，还是让我心里头五味杂陈，既气愤又无奈，感觉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，别提多难受了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种所谓的优质剩女去相亲的事儿？就是那种自身条件看起来很不错，可一到相亲的时候，那架子端的比天还高，还把相亲当成了纯粹的物质交换场所。这不，今天故事的主角小林就是这么一位。小林啊，是土生土长的广州姑娘，今年刚好30岁。这姑娘从外貌上看，那是眉清目秀，身材高挑，气质也是相当出众。再说说她的学历，那可是名校毕业，高学历在手。工作方面呢，更是厉害得很，在一家大公司任职，年薪轻轻松松过百万。家里条件也不差，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经济状况在广州算得上是中等偏上水平了。在他的朋友圈子里，那可是人人羡慕的对象，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。按说30岁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也不算特别大龄，但小林自己可不这么想啊。他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，自己却还孤身一人，心里那叫一个着急。可这着急归着急，他找对象的要求那可不是一般的高。我跟你们说，他那择偶标准简直能写成一本厚厚的择偶标准手册。首先，男方得有车有房，这还不算完，还得有稳定的高收入。家庭背景要好，教育背景也不能差，身材得说得过去，性格还得温和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希望男方足够宠他，得能为他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。这要求简直就是照着白马王子的标准来的呀！在广州这么个竞争激烈的大城市里，这样的男人哪能那么容易找得到呢？这一次呢，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小伙子叫小张，也是30岁，广州本地人。小张的工作虽然普通了点，但人特别踏实。他的优点可不少，性格沉稳得很，待人真诚，而且特别有责任感。虽说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没有豪车豪宅，但他是那种肯努力奋斗，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生活的人。我当时就觉得他和小林挺般配的，性格上能互补，而且小张对待感情那是相当认真，是个能过日子的好小伙。相亲那天约在了一家环境还不错的餐厅，我心想这地方安静优雅，挺适合两人初次见面聊聊的。可谁知道小林带着他妈妈一起来了，这一坐下，小林就开始挑刺儿了。他先是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眉头立马就皱起来了，然后对着小张就说：“这个地方有点简陋啊，感觉不太合适吧？”小张当时那脸色稍微愣了一下，心里肯定不太高兴，但还是很有礼貌地笑着说：“这家餐厅其实还不错的，菜品都很新鲜，咱们可以尝尝看。”可小林根本就不领情，直接拿出手机就开始查附近的高档餐厅，那语气里满满的都是不屑。这样啊，下次能不能换个地方？我觉得这家有点小家子气，不太符合我的胃口。小张虽然心里不乐意，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还是强忍着说：“好的，我下次换。”接下来，小林的条件大检测就正式开始了。他先问小张的工作情况，然后就直奔主题，他有没有房子，住在哪儿，月薪多少。他问的时候，那语气一开始还挺平静的，可我在旁边看着呢，他每问一句，眼神里就多了一丝挑剔。你现在住在哪儿？有自己的房子吗？他一点都不拐弯抹角。小张有点紧张地回答道：“我住的地方还可以，是租的2房，暂时还没买房。”哦，租房啊。小林那表情嫌弃的都快写在脸上了。那你是不是打算将来买房？如果你现在买不起，10年后能不能买？毕竟年龄也不小了。小张脸上的笑容都变得有些僵硬了。我正在努力，但买房需要时间。小林没再吭声，就只是点了点头，那不耐烦的样子特别明显。接着他又说：“那你能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看吗？我得确认一下你住的地方能不能让我接受。”小张这下可有点不乐意了，但还是很克制地说：“我们可以等以后有了更好的机会再见面时聊。”这时候小林旁边的妈妈也开口了，那语气倒是挺亲切的。可这问题却让人有点招架不住。
小张先生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有没有投资？家里有车吗？小张一听，明显有点不知所措了。他家境普通，被这么一问，心里肯定不好受，但又不想显得自己太寒酸。然后就到点菜的时候了。哎呀，这点菜本来应该是个轻松愉快的环节，大家互相商量着点几个爱吃的菜，增进感情。可到了小林这儿，完全变味了，成了一场财富展示秀。他专挑那些昂贵的菜点，什么龙虾、鲍鱼的，最后还加了几瓶好酒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就直犯嘀咕。我知道他想了解小张的经济情况，可这也太赤裸裸了吧。小张看到小林这么点菜，心里肯定担心啊，但又不敢说什么。这餐桌上的气氛啊，一下子就变得沉重起来。小林对小张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冷淡，就不停地用那种挑剔的眼光打量小张，好像在心里不停地给小张打分，看看他到底符不符合自己那苛刻的标准。就在这时候，小林突然来了一句：能不能算一下今天的账单，我们来个 AA 制，5000元的饭局，大家各自承担。我一听这话，当时就愣住了。在相亲的时候，一般都是男方承担费用的，尤其是第一次见面，这是基本的礼貌啊。可小林倒好，这么一说，我就觉得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尊重和礼仪，而且他那语气还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冷淡，好像他和小张在这场相亲里身份地位差了一大截似的。他压根儿就没考虑小张心里会怎么想，小张也被他这话弄得有点无言以对了。他可能从来都没遇到过这么直白又冷酷的相亲对象，他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说道：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面，也许可以谈谈这个问题，但我觉得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还是应该男方出钱。小林一听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站起来，一点都不客气地说：那你如果不愿意付，咱们也没什么可聊的了。小张沉默了片刻，最后还是无奈地掏出了自己的钱包，准备付自己的那部分钱。而小林呢，就非常平静地站在那儿，看着小张处理账单，他妈妈也在旁边一声不吭，就好像这种场面他们早就见怪不怪。这场相亲啊，就这么以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收场了。小林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意识到，他那高得离谱的要求和对物质的过度挑剔，已经把这段可能的感情给彻底毁了。其实啊，相亲可不只是为了找一个满足所有条件的人，而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伴侣，两个人能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的生活基础。当我们把感情和物质当成唯一的衡量标准时，好多美好的东西就都被我们给忽略了。作为一名婚恋红娘，我真心希望每一个来相亲的人都能把那些刻板的条件清单给放下，真正的去了解对方，尊重彼此的差异。要知道，那个对的人往往是通过真诚和理解，慢慢的走进你心里的。大家都渴望找到合适的伴侣，这我能理解。但有时候我们的要求过高，期待不切实际，反而会让我们错过那些真正值得珍惜的人。我在这婚恋行业干了这么久，见过太多因为条件而错过缘分的例子了。就像有个女孩一直要求男方身高必须1.8米以上，结果错过了一个对她特别好，各方面都很合适，就是身高差了一点的男生。还有个男生非要求女方是公务员，最后也错过了很多善良温柔的好姑娘。在相亲的道路上，我们不能只盯着那些外在的条件，更要关注彼此的内心世界。比如说，两个人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能不能在精神上有交流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相互扶持，这些才是一段感情能够长久的关键因素啊。就拿我之前介绍成功的一对情侣来说吧，男方是个程序员，收入还不错，但工作特别忙。女方是个小学老师，性格温柔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女方觉得男方工作太忙，可能没时间陪自己，有点犹豫。男方呢，也觉得女方可能会嫌自己不够浪漫。但我就鼓励他们多接触接触，互相了解一下。后来他们发现，男方虽然忙，但只要有时间就会给女方制造一些小惊喜，比如在女方加班的时候偷偷送一份她爱吃的点心到学校。女方也会在男方压力大的时候陪他一起去运动，放松心情。他们在精神上有很多共鸣，都喜欢看书，喜欢旅游。慢慢的，他们就走到了一起，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过得特别幸福。所以啊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相亲的时候不要让条件成为爱情的枷锁。
要以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去对待每一次相亲机会，也许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，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呢。再回到小林和小张的事情上，我后来也找小林聊过，我跟他说，小林啊，你条件这么好，找对象不难，但你不能光看物质啊。小张虽然现在没有你要求的那些东西，但他是个有潜力的人，而且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这样轻易的就把他否定了，可能会错过一段好姻缘啊。小林听了我的话也有点动摇，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的要求不能降低。而小张呢，经过这次相亲也有点灰心丧气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本来以为只要真心对待对方，物质条件可以慢慢努力，但没想到现在的女生这么现实，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了。我就安慰他说，小张，你别灰心，你是个好小伙，肯定会有欣赏你的女孩。这次只是个例，不要因为这一次就对相亲失去信心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我们很容易被物质所迷惑，在相亲的时候也不例外。但我们要知道，物质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爱情才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真正美好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在相亲的时候只看重物质，那么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能给我们富足生活的人，但不一定能找到一个能让我们心灵得到慰藉，能陪伴我们一生的伴侣。我希望大家都能从小林和小张的故事中吸取教训，在相亲的时候多一些真诚，少一些套路，多一些理解，少一些挑剔，多一些尊重，少一些傲慢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相亲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而且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要因为年龄大了或者周围人的压力就盲目的去相亲，然后又盲目的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。要知道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标准，给更多的人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就像有句话说的，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。在相亲中，我们要学会发现对方的闪光点，而不是只盯着对方的不足之处。我还想对那些家长们说几句，像小林的妈妈，在相亲过程中也跟着一起对男方进行物质上的考量，这其实是不太合适的。家长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感情需求，而不是只想着给孩子找一个物质条件好的对象。毕竟孩子们的幸福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，而不是物质基础上的。总之，相亲是一场寻找爱情和幸福的旅程，而不是一场物质的交易。希望每一个踏上相亲之路的人都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，去寻找那个能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，